因为太穷生不起二胎，爹娘用3文钱把我卖给了人贩子，却不曾想这关押无数志同的僻静山洞，竟是魔教培养顶级杀手的秘密训练基地。为了活下去，我只能被迫卷入无尽的弑杀之中。10年后，我成为了第一个走出魔窟之人。天魔怜惜我天赋异禀，破格收我为关门弟子，沦为了让世人闻风丧胆的5大魔君之一。本以为至此能过上万人之上的权贵生活，可没想到曾经偷遍整个中原的无影神透，死后的墓地竟突然在四川现世。为了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天魔下令让我立刻前往川蜀夺宝，但在宝物争夺中却没有遭到正派围攻，反而是二师兄的背叛。他趁我身中唐门秘传剧毒之时，给我扣上才华卓越、威胁教主之位的莫须有罪名。无论我如何解释自己无心教主之位，师兄却依旧铁了心要将我处置而后快，因为只有我死了，他才更有可能继承教主之位。而他为了残害同门之事不让天魔知晓，竟在我内力耗尽、毒气扩散时选择停手，故意等正派高手们追上来，伪造成我夺宝失败死于他人之手的假象。可见状我却是不悲反喜，一咬牙将仅有的一丝内力汇聚心脏，而后所有内力外放，恍如魔神降世。师兄只是看了一眼便吓得肝胆俱裂，因为这是独属于天魔弟子才能修炼的进攻，而我修的是所有进攻中被称为终极技的爆残魔功。使用爆残魔功会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只能维持几分钟就会暴毙而亡，但我却毫不犹豫要拉上师兄当垫背。感受到威胁的师兄立刻后撤并甩出残月回击，然而我却故意不躲，迎面攻击，反手一剑直接斩断师兄的手臂，紧接着抬手又是一剑直朝喉管而去。丧失抵抗力的师兄卑微的祈求放他一马，闻言我却是咧嘴极为不屑的冷哼一声，然后不断挥剑朝师兄面门砍去，直到将地面砍出一道数十米深的裂缝也不曾停手。然而这时爆残魔功的副作用开始发作，随着一大口精血喷涌而出，浑身一软向下倒了下去。而这时一群正派之人终于赶了过来，眼前血腥的一幕让几人不禁为之胆寒。失去生机的少年垂手跪地，而他的面前躺着一个残缺不堪的男人，虽然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但断手上的戒指和服饰一眼便能看出此人是肃杀魔君。这时持棍僧人发现我还有一丝气息，为首的大师见状立马跪下为我超度，并询问我有何遗言。可我却是一阵沉默，大脑一团浆糊，脑海中全是这数十年悲惨的被动人生。随着大师不断默念着超度咒语，我的嘴角忽地流出一道泪水。秃驴，如果真有来世，我想随心而活。然而等我再次睁眼时，却看见2个壮汉恶狠狠地盯着我，竟然是小时候把我买下带走的人贩子。20年前就是他把我丢进魔窟的，可我明明记得已经把他撕成碎片了呀。这时壮汉突然踢了我一脚，嘴里还喊着小家伙这2个字，而后直接将刀横在了我的脖子上。就在我以为对方活腻了，竟敢对魔君不敬时，却从刀身上发现自己竟变成了孩童模样。壮汉不断的威胁和辱骂我充耳不闻，却对自己变成小时候的样子感到一阵冷汗。而壮汉见我直接无视了他的话，抬起就是一记窝心脚将我踹翻倒地，但这样似乎依旧不够解气，照着我脑袋又是一顿闪电5连蹬，直到这股真实的疼痛感传遍全身，我才意识到自己是重生了。好在这时身后的男人出手将壮汉拦了下来，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重生，也许和秃驴死之前念的经文有关。这时几位杀手刚吃完饭，其余几人不是踢牙就是打嗝，可为首的壮汉却一脸严肃朝我走了过来，而后一把将我扛在肩上，寒声道：“都别废话了，赶紧回教复命。”听到这话，我下意识浑身一冷，如果这样被带走，就会再次被扔进魔窟遭受非人训练。可没想到壮汉刚准备出门去牵马车，群身穿白袍的青年便冲了进来。然而杀手们见来人是几个小屁孩，不仅不害怕，还扬言要把他们都办了。堂堂万丈世家哪受过此等羞辱，同样怒吼着要他们以死谢罪。杀手们闻言心头一喜，直接拔刀朝几位青年修士冲杀而去。仅仅只是一个照面，在场的男性修士便被屠杀殆尽。唯二的2名女性虽侥幸活了下来，却也成为了这几名壮汉的掌上鱼肉。为首的壮汉扬言要拿他们给兄弟们开荤，然而女人并没有因此怯懦认怂，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在此刻到达了极致，冲上前一剑直接朝壮汉的脖颈刺了上去。但可惜这一剑并没有伤到要害，而就在壮汉嘲讽这种偷袭随便就能看破时，我却突然一个迎面膝踢撞了上去，而后反手抓起壮汉腰间的酒葫芦，趁着对方吃痛的瞬间翻身跳入地面，紧接着又是一个爆弹冲击撞开窗户，但这副身体很快便达到了体力极限。眼看杀手们马上就要追上来，我却突然停在原地东张西望了起来，结果下一秒壮汉便提刀追了上来，而我却因为太过慌乱，一不小心踢到脚下的石头，直接摔了个狗吃屎。我忍着剧痛想要拿回面前的酒葫芦，结果壮汉的长刀却插在了我的面前，就这样我再一次被抓回了酒楼，而迎接的是对方更残暴的圈踢。不知过了多久，另外一名杀手才上前阻拦：“别生气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准备出发吧。”为首的男人闻言这才不耐烦地将我丢在一边，骂骂咧咧地拧开葫芦，仰头畅饮了一大口干式酒，而后又丢给几位小弟一人来了一口。然而就在他收拾完行李准备上路时，却发现小弟们全部身中剧毒开始吐血。壮汉刚想上前询问，自己也同样喷出一大口黑血。意识到中毒后，壮汉立马大吼赶紧运功，而这时一道稚嫩的声音却从角落响起：“投毒是弱者杀死强者最有效的方法。”闻言壮汉瞳孔一缩，内心惶惶不安。此刻我一副饿狼般样貌，恍如死神降世，既然给了我第2次机会，那你们就安心上路吧。
看着众人全部断气，我才放下警惕，没有恐惧，而是耸了耸肩，嘿嘿一笑，因为这样就不用去那地狱般的魔苦了。然而下一秒我却陷入了迷茫，前几十年一直在魔教度过，现在竟一时间不知该何去何从。突然肃杀魔君这个名号脱口而出，上一世就是他在背后捅刀子，才害得我修为尽失，重生回到20年前。但想要复仇，就必须再次进入魔教，显然这违背了我临死前许下要为自由而活的遗言。可想要自由，就必须继续修行武道，因为没有实力的人只能屈服在暴力和屈辱之下。武林盟主和门派掌门虽然地位显赫，但这些人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也不适合我。是否有一种办法即可拥有高强武功、金钱和权力，且在受人尊敬的情况下安享晚年呢？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蠢到，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啊？可突然我瞳孔一缩，想到了什么。前世那些武林盟的长老，他们瓜分了武林盟的权力，享受诸多特权，却在正魔大战中从未出过一分力。虽然魔教之人都嘲笑和蔑视他们，但我却非常羡慕和嫉妒这些元老。尽管像我这样并非9大门派和5大世家出身的人，按照常理很难成为武林盟的长老，可只要利用好我前世的记忆，想要当元老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就在我泄气自己太过弱小，没有地方能安全积攒实力慢慢变强时，身旁2位少女却突然向我呼救。白衣少女颤抖着求我把小姐送回家，闻言我一瘸一拐凑了上去，走近后仔细一看才发现紫衣少女竟是万丈世家的大小姐。于是我心生一计，这个世家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虽然前世没有听说过万丈世家，但看起来似乎还算有点实力。于是在面对家主盘问时，我将那群杀手是魔教之人的身份全盘托出。虽然家主没有因为我一面之词就无脑相信，但在得知我是一个没有去处的孤儿后，依旧让我留下来以后跟着管家做事。随后管家给我安排到了一间柴房，现在食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下一步就要为成为武林盟的长老做准备。而成为长老则需要大量功绩和名声，想要实现这一切又需要修炼一门高强的武功。好在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困难，毕竟前世的我可是武林最强者天魔的弟子。于是我立马开始凝聚内力，可下一秒我就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修的可是魔功，要是被这些正道世家发现了，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现在需要一门正派心法，而且破坏力要达到堪比天魔心功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施展我前世修炼的剑法。就在我思索正道武林谁有这种心法时，窗外一道惊雷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人。传说中正派中有10位绝世高手，江湖人称10天地，而其中有一人曾凭双拳就屠戮了一众魔教高手，他就是拳王。天魔曾称他的白雷神功是比天魔心功还具破坏力的神级心法，如今只有拜入拳王门下修炼白雷神功，才能找回前世的境界。然而拳王行踪缥缈不定，根本没办法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5年后他会在川蜀之地露面。为了能在5年后得到拳王的认可，我不分昼夜的对着门框练习拳击，而随着日积月累的修炼，我的胃口也随之越来越大，每次吃饭都能引起一众家丁的围观。过去2年我一直用最基础的3才心法凝聚内力，可因为效率太过低下，2年时间只聚集到米粒大小的内力。而之所以我如此能吃，是为了在学习拳王心法前让身体快速发育。可其他家丁却羞辱我是饿死鬼投胎，甚至打断我进食约我去后门。然而我却脱口而出拒绝了对方，没想到这话却将男人彻底激怒，以自己上等家丁的身份相威胁。说罢还不够解气，又用刚上完厕所的手指插进我的汤碗搅拌，一边舔着指尖的热汤一边沉声道：你要是不想丢人，就乖乖的跟我出来。看着其他家丁一脸鄙夷的笑容，我选择不再忍气吞声，在众人幸灾乐祸的眼神下缓缓朝后院走去。10几名家丁将我堵在了墙角，我却一脸淡定询问众人有何贵干。几名壮汉闻言相互使了个眼色，便一拥而上说要教我一些基本礼仪。而后为首的男人一把将我压在身前，冷声开口，长话短说，我希望你以后能夹着尾巴做人。然而话音刚落，我直接一个上勾拳，这上等家丁瞬间被我 KO 先翻倒地，其他家丁纷纷被吓得冷汗直冒，而我却是一脸坏笑，缓缓开口，接下来希望你们最好能让我打得尽兴了一个。然后又迅速的出现在另一个人身边，又解决掉一个。等他来到第3个人面前时，那个人早就做好了准备，2只手像老虎一般扑向他。连少云使出幽灵步，瞬间出现在男子身后，轻松解决了第3个。他没有停留，紧接着又向第4个冲去。男子面向冲来的连少云一拳挥出，连少云一个闪身出现在他身后。等他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第4个人也被他干掉。现在只还剩下3人，其中1人还会点武功。此时他的内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会武功的男子暴喝一声，冲向连少云，一拳挥出，拳头擦着他的脸飞飞，仅仅这样鼻血就流了出来。男子见这一击得逞，不由得兴奋起来，而连少云也由此断定他只是一个经验不足的3流高手。这时只见他的身体像炮弹一般射向男子，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一掌打中，飞出去3米半。剩下的2人见状瞬间怂了，忙下跪求饶。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躲在房顶上人看到。连少云回到住处后就开始打坐修炼，刚刚的打斗他已经把内力消耗干净，如果最后那2人一起上，有可能就会出事。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连少云心中疑惑，这个时间段会是谁？
打开门之后，竟是家主之女楚妍希。刚刚她和佣人打斗时，在房顶上的就是她。这次过来是想要拉拢连少云，因为楚妍希想要建立支持自己的势力，去争夺那家主之位。连少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楚妍希临走时还交代连少云不要告诉王总管。连少云满口答应，转过身他就找到王总管，把楚妍希想要争夺家主之位、拉拢他的事情告诉了王总管。王总管听后很是震惊，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不管怎么说，我的立场都是中立的。连少云听后笑了笑，我跟随你2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支持大公子吗？王总管见扛不住，摊开说道：“那么你是想要做双面间谍吗？只要对我有利，没有什么不可以。2年前他救了楚妍希，但是他们从没有感谢过他，现在需要连少云帮助，却过来找他。等利用完之后，他坚信自己会被无情的丢掉，所以他才找到了王总管。作为条件，他希望王总管能给他一些草药，因为现在的内力太过薄弱。前世他学过炼药之术，他想要炼制灵药增进内力。王总管答应了连少云的请求。从那以后，连少云在楚妍希和王总管之间做了双重间谍，用从王总管那里得到的优质多样的草药，炼制出增长功的灵药服下。除此之外，所有的时间都在用来强化身体。就这样又过去了3年，楚妍希也在家主竞争中被挤出，最后以利益联姻的名义被下台。不知不觉，连少云已经在万丈世家待了5年了。他在这里准备好了一切，是时候该离开，去四川寻找拳王。他找到王总管，表示要离开万丈世家。王总管一口拒绝。在连少云的帮助下，大公子成功当上了家主。他不想放走人才。王总管表示，只要连少云愿意留下，他会提高连少云的薪水，会一直不断的给他提供草药。但是连少云还是拒绝。他告诉王总管自己要练习武功，成为武人。听到他的话，王总管摇头摆手，武人的道路艰险万分，他不认为连少云可以。于是2人打了个赌。连少云让王总管给他找一个武人进行比武，如果他输了就听王总管的话，留在万丈世家3年。却不成想，王总管这个老六竟然找来了万丈世家除了家主以外最强的万剑队。此时他站在万剑队长身后得意的笑着。不过连少云却不在意，他有信心打败对手。比试开始前，王总管叮嘱万剑队主，如果完全压制对方，或者对方投降时就停手，别杀他，我还要培养他呢。连少云则很是不屑，如果我赢了，总管就要给我1年的俸禄。比试开始，连少云知道自己内力是弱项，所以准备速战速决。于是他先发制人，身体如炮弹般射出，一剑劈向男子。男子举剑抵挡，仅仅一个碰撞，连少云就感受到了男子的不凡。在挡下这一剑后，男子顺势一剑劈下，连少云一个侧身已经出现在男子身体一侧，速度之快令男子都有些震惊。不过男子也是位高手，在这一剑劈空后，紧接着化劈为扫。但是连少云的速度更快，一个闪身已经出现在男子身后，月影剑第一式玄月使出，感受到背后的危险，男子迅速向前猛冲，随即2人再次碰撞在一起。只见漫天的剑影，不知交手了多少招后，2人再次分开。通过刚才的交手，男子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强大。这时只见他手中的剑被一层红色光芒包裹，他使出了剑气准备全力以赴。而此时连少云手中的剑也被青芒包裹，他也使出了剑气。男子怒喝一声，一剑劈出，连少云则一个闪身躲开这一击，瞬间出现在他面前，紧接着一记横扫。男子躬身躲开之后，手中剑自下而上挥出，逼得连少云后退数步。不过待他稳住身形后，连少云再次冲向男子，双方打斗产生的冲击波震得一旁观战的王总管眼睛有些睁不开。而就在这时，连少云发现缝隙，一脚踹在男子的面门，紧接着使出月影剑第2式残月，快如闪电的一剑划过了男子腹部。恼羞成怒的男子暴喝一声，举着手中剑再次冲向连少云。连少云也是挥剑迎了上，轰的一声碰撞声响起，只见一把剑从烟雾中飞出，插在一旁的地面上。等烟雾散去，连少云的剑已经架在了男子的脖子上。赢了比试，连少云获得了1年的俸禄当盘缠。拜别了王管家和万剑队主，离开了万剑世家。看着连少云远去的背影，万剑队主不禁感叹，原来家中蜷缩着一条龙。一旁的王总管还有些疑惑，那家伙的实力和你差不多。万剑队主淡淡道，纵使家主出面，也不是他的对手。听到这，王管家浑身一惊，难道一开始就不是万丈世家能拥有的吗？这小子到底是谁？另一边，连少云离开了万丈世家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又转身回到了万丈世家，躲在门后面，等着一个人的到来。等那人刚出来，连少云伸出脚，那人被绊了一下向前摔去。原来这人是下屋门的门徒，早在3年前他就发现了男子脚腕上的标记，今天正是用到他的时候。因为下屋门是武林最大的情报组织，连少云想要成为下屋门的贵客，希望男子能向上级汇报一下。男子不屑地站起身来，下屋门的客人可不是想当就能当，得到下屋门的信息是有代价的，以你的俸禄根本不够。连少云不以为意地说道，代价不一定非要用钱。男子听到浑身一震，神情严肃，你有能力用除了钱以外的东西来致富吗？
连少云慢慢的逼近男子。关于下屋门门主的小徒弟，我有话要说。听到是关于门主弟子的信息，男子不敢怠慢，带着连少云来到花月楼。很快便有一个老妇和一名妙龄女子出来接待他。连少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站在老妇人身后的女子才是这里的分部长。女子被发现也很是意外，不过对于能够清楚了解下屋门标记的人，女子认为也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于是坦然承认她想要和连少云进行交易。但是连少云却不愿意，因为和他交易的人不是这名女子，而是躲在房梁上的黑衣人。黑衣人见被发现，猛然从上面跃下，紧接着数道暗器从他手中射出，只听当当金属碰撞声响起，暗器尽数被连少云挡下。由于暗器的力道太大，此时连少云握剑的手有些颤抖，心中暗惊对方是个高手，于是他使出月影剑第3式满月，只见一道剑光劈向黑衣人。黑衣人挥动着手中双剑，轻松挡下。见到对手有如此高强的实力，他断定此人在下屋门领导层中地位不低。连少云大声对他说道：“我是来成为下屋门客人的，不是来和你生死决战的。”但是黑衣人还是一脸的警惕，他让连少云解释一下是如何发现的，以及是如何知道下屋门的最高机密。连少云则是一口回绝。黑衣人的眼神瞬间充满杀意，不过连少云根本就不怕他。黑衣人见他如此嚣张，身体在原地瞬间消失，等再次出现，已经来到了连少云面前，紧接着就是如雨点般的攻击。连少云使用幽灵步进行躲闪，可即使是这样，他的脸庞还是被剑划伤。而此时黑衣人有些急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伤到了对方的皮毛，他蓄力准备一击结束战斗。只见他放弃了防御，猛然向连少云扑来，而连少云则一点都不慌张，他一直就在等着一刻的到来。他使出了月影剑第23式水月，只见他周围瞬间出现无数把剑光，向着黑衣人射去。黑衣人见状也是一惊，但是此时再想躲避已经晚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迎上。轰的一声巨响，烟雾散去，黑衣人扶着受伤的胳膊站在那里。要不是刚刚连少云控制剑气闪开，黑衣人早已饮恨黄泉。连少云想成为下屋门的客人，所以他没有下杀手。此时他也已经力竭，不过他强装淡定，身后握着剑的手颤抖不止。黑衣人冷冷地说道：“你作为客人能给我什么？我用信息买信息。”听到连少云的回答，黑衣人不禁一惊，竟然有人向中原最好的情报团体下屋门提出交换情报。连少云一脸无所谓地说道：“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从魔教即将蠢蠢欲动开始，再到不明原因的怪人，还有救活下屋门门主最小的徒弟的方法。”听到这，黑衣人一脸的震惊，真的有救活的办法吗？连少云则让他转告门主，小徒弟的病是魔教干的，在得这个病之前，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武功。听到连少云的话，黑衣人浑身一震：“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那个武功是天魔创造的，门主的小徒弟患的不是怪病，而是心魔，原因就在于他修炼的武功上，那种武功是天魔为了分裂正道武灵而创造的，能治好心魔的只有天魔和他的弟子，恰好他正是天魔的第5弟子。趁此机会，连少云和下屋门建立友谊，为以后成为武灵盟元老打下基础。黑衣人选择相信连少云，扔给他了一个代表下屋门客人的令牌。连少云拜托下屋门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让他们去四川调查黄龙武馆的教头独孤右镇，而连少云也准备前往四川。他是武林10大高手之一的拳王，却在一个小武馆内当教练。连少云找到拳王，想要拜他为师，却不成想惹怒了拳王，被赶了出来。原来连少云在下屋门那得到了拳王的详细信息，来到四川黄龙武馆，想要拜入武馆，以此来成为拳王的弟子，却不成想馆主不在，来面试的正是拳王本人。连少云内心窃喜，于是直接说出来意，想要拜拳王为师，成为天雷门弟子，学习白雷心法。却不成想拳王听了他的话，直接暴怒，强大的气势迸发而出。只听拳王杀气腾腾地说道：“竟敢提起天雷门，如果想保全性命的话，就不能有丝毫的谎言。”在拳王的气势压迫下，连少云的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高强了，仅仅是释放出的一点威压，就让他身受内伤，动弹不得。连少云咬牙坚持：“我是通过下屋门知道了黄龙武馆的第一教头，就是天雷门的当代传人。”听到这，拳王的气势陡然暴增，桌子上的水杯抵挡不住压力，碎裂开来。而此时连少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门派的命脉下一代继承人你不需要吗？拳王冷冷的道：“不需要。”面前的少年能在他的气势下坚持这么久，确实让他感到震惊。但是天雷门的武功可不是凭才能就能练成，他没有再为难连少云，而是让他离开，永远不要再来黄龙武馆。看着拳王离开的背影，连少云意识到天雷门的武功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于拳王来说，现在他可能是天雷门的潜在威胁，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会被灭口，所以他一定要加入黄龙武馆成为弟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灭口。随后他找到馆主，成功加入黄龙武馆。在门口，他们正好遇到了着急外出的拳王。馆主亲切地给连少云介绍武馆的教头。就这样1周过去了，连少云每天的训练都很辛苦，因为拳王经常给他穿小鞋，想要让他离开武馆。但是连少云从未放弃成为拳王的弟子。到了晚上，拳王回到家中，刚打开房门，身形瞬间愣住。连少云此时正坐在餐桌上和他老婆孩子一起吃饭。原来是连少云看正面攻势行不通，于是准备从他周围的人攻略。他借机接近拳王的儿子独孤星，然后和他成为了好朋友。有一次两人在赶集时，连少云感觉到了魔气，转身看去，不远处房屋上有一个魔人在注视着他。以他前世在魔教生活
活了20多年的经验。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狂人，而是魔教精锐的魔人，应该是阴煞鬼带领的鬼灵队一员。连少云很是疑惑，魔教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他？他不想和魔人纠缠在一起，担心拳王的儿子会有危险。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指着魔人大喊道：“那边有狂人！”看他们的服饰是青城派的道士。魔人被发现，直接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紧接着迅速离开。那2名青城派道士也紧跟着追了上去。此时连少云很是疑惑，精锐的魔人为什么会假装成狂人？他真想抓到那家伙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不过转过来一想，感觉没有必要承担这种风险。就这样又过去了1个月，连少云已经攻略拳王的家人1个月了，但是拳王并没有任何松口的迹象。这一天，他正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突然看到远处匆忙行走的师娘，于是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师娘在买完菜回家后，发现家里东西散落一地，独孤星却没了踪迹，能找的地方他都找过了，却没有找到。这时连少云想起之前师娘曾经说过独孤星的身体特殊，于是忙问道：“您之前说独孤星是特殊体质，那准确的名称是什么？”大夫说是天阴之体。听到这，连少云瞬间愣住，紧接着神情严肃地说道：“师娘，您现在马上去黄龙武馆，告诉独孤教头，独孤星被魔教绑架了。”竟然有人敢绑架10大高手之一拳王的儿子。连少云让师娘去黄龙武馆告诉拳王，独孤星被魔教之人绑架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之前在集市遇到的魔人并不是在看他，而是在看他身边的独孤星。魔人为了寻找天阴之体，假装成狂人，在四川到处乱窜，而魔人的真实身份是鬼灵队队员。鬼灵队的首领是阴煞，他为了重回魔教，打算献上身为天阴之体的独孤星。根据前世的记忆，他的大师兄魏寿月所练习的武功是极阳的炎功，为了中和阳气，要么服用极阴性质的灵药，要么就是寻找拥有天阴之体的人吸收生机。连少云上一世的疑问也得到了解决。拳王当初在武林上大肆杀戮，原来是为了报复杀死他儿子的人。上一世连少云对阴煞鬼就有些了解，他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在四川，藏身之处也是了如指掌，现在只需要一个个去查看就可，只希望不会太晚。另一边，阴煞鬼在得到天阴之体后，已经出发前往魔教。在路上，他们的车队遇到了青城派道士的拦截，阴煞鬼命令手下杀掉拦路的道士，顿时有3位魔人跃起劈向那青城道士。面对3位魔人的同时攻击，青城派道士只能被动防守。而此时连少云一直隐藏在暗处等待机会，他知道凭借自己一人根本毫无胜算，和青城派道士合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是阴煞鬼是他绝对打不赢的真正高手。想到这，连少云有些头疼。另一边的鬼灵大主见这么久还没有解决战斗，便一个闪身出现在道士面前，强大的气势瞬间让道士感受到眼前人的危险。而此时连少云利用鬼灵大主离开马车的缝隙，迅速的靠近马车，准备伺机而动。可就在这时，轰的一声，马车碎裂，一只手掌向他袭来。阴煞鬼发现了他，连少云用修罗千星手迎上阴煞鬼的夺魂掌，轰的一声，连少云被震飞出去。待稳住身形后，他看到了被阴煞鬼抓在手中的独孤星，然后猛然跃起，向着他手中的独孤星就冲杀而去。阴煞鬼怎么也没有想到连少云会对独孤星出手，危急时刻他只能转身躲避。而就在这时，独孤星从他手中脱落。看到这一幕，连少云露出了笑容，他就是笃定阴煞鬼不会不顾独孤星的性命。连少云抓住机会，瞬间出现在他身后，抱起独孤星，一个闪身出现在远处。两人的打斗声也吸引了刚离开的鬼灵大人。连少云救了独孤星后，还好心的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离开，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此时阴煞鬼丢失了独孤星，十分的恼怒，他命令鬼灵大主活捉连少云，要让他痛苦的死去。连少云抱着独孤星，单手应对着鬼灵大主的攻击，刚一交手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被震退之后，连少云没有对鬼灵大主继续进行攻击，而是转身对着围攻道士的3人使出月影剑第12式缩月。3人为躲避袭来的剑气四散躲开。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连少云来到道士面前，把独孤星交给他，让他带着先离开，自己则留在这里拖延时间。道士抱着独孤星迅速离去，阴煞鬼让手下去追道士，他则留下收拾连少云。面对阴煞鬼的攻击，连少云只能躲闪，武力差距太大，没过多久就被阴煞鬼抓住。不过他前世和阴煞鬼的徒弟战斗，对他的招式熟悉无比，借着这个优势，他和阴煞鬼交手数个回合，也只是划破了阴煞鬼的一丝皮肤。不过这也彻底激怒了阴煞鬼，之前他一直都想要活捉连少云，所以处处留手。现在他准备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斗。只见他的气势猛然暴增，仅用一掌就把连少云打成重伤。而此时连少云还等着青城派的道士逃出去搬救兵过来，但是阴煞鬼却冷冷地告诉他，青城派道士逃跑的方向，他早就命人在那里布下了陷阱。连少云此时才意识到，还是小瞧了阴煞鬼。儿子被魔教之人绑架，父亲终于不再隐藏，暴怒之下杀光了所有的魔教之人。原来他的父亲是武林10大高手之一的拳王。就在刚刚，连少云从魔教手中救下独孤星，让青城派道士带着仙子，自己一人留下独自迎战阴煞。奈何双方功力差距太大，连少云被打成重伤，而站在一边的鬼灵大主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不过连少云还是强撑着站起身来，他知道机会总是伴随着危险，只要坚持到拳王的到来就可以了。另一边，青城派道士带着独孤星还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埋伏，前后都有魔人，他再次陷入困境。面对这么多魔人的攻击，道士陷入了绝望，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从这些人手中逃掉。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可过了许久都没有感受到疼痛，于是他睁开双眼，一个满身
被电弧包裹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一只手抓着一个魔人。原来就在刀即将劈中他时，拳王赶到救下了他。20多名魔人仅仅是数个呼吸就全被拳王干倒，场面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解决掉这里的麻烦，他让道士带着独孤星先走，自己则去找连少云。而此时的连少云利用自己的身份和阴煞鬼纠缠着，阴煞鬼空有一身武力，却打不住连少云，这让他十分恼火。一旁的鬼灵大主见状，担心时间拖得太久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他违抗了阴煞鬼的命令，加入到战斗中。连少云躲闪不及，被一剑划过腹部。阴煞鬼则因为鬼灵大主的加入有些恼怒，他准备先手撕了连少云后再来惩治鬼灵大主。可就在这时，鬼灵大主感受到后面突然出现一股庞大的能量，刚转过头去就被一人从天而降踩在脚下。看清来人后，连少云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阴煞鬼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却没有任何的动作，因为处于超绝顶之境的他现在害怕的动弹不得。他不禁产生疑惑，在四川他只知道毒王，并没有听说过一位周身被白色电流包裹的高手。这时只听拳王说道：“你绑架了我的儿子，你想怎么样？”阴煞鬼一脸的懵逼，自己啥时候绑架了这么厉害的人的孩子？反应过来的阴煞鬼大喝一声，威胁道：“如果希望你儿子平安无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拳王语气充满杀意的说道：“很可惜，那些追击青城道士的魔人已经全部死了。我再问你一遍，绑架我儿子，接下来打算怎么受死？”听到这，阴煞鬼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拳王继续说道：“废掉你的四肢或者丹田，然后交给青城派，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礼物。”一旁的连少云建议道：“礼物的话，你脚下的那位就可以。”拳王听后，脚下不由得加重了力气，只听一声惨嚎，鬼灵大主便失去了生机。此时阴煞鬼再也没有了战斗之心，只有活着以后才能报仇。可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办法逃跑。当他看到身后的连少云时，心中似乎有了想法，转身就向连少云抓去。而此时连少云身受重伤，动弹不得，反而嘴角露出了笑容。他在笑阴煞鬼白痴，竟然将后背暴露给绝世高手。果然下一秒他就被拳王抓住脑袋。等连少云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10天之后。在唐门控制的医馆里，拳王非常感谢连少云的救命之恩，并表示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他。但是除了拜入天雷门学习白雷心法，连少云听后很是无语。他现在除了需要学习白雷心法，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拳王一脸凝重的说道：“我之前说过，你不可能学习天雷门的武功。”连少云大声说道：“请告诉我不能学习的理由，只有那样我才能彻底放弃。”为了让连少云打消希望，拳王准备告诉他真相。然后只见他运起内力形成一个能量场，隔绝了外界的声音，然后开口说道：“他天生绝脉，无法修炼武功，却成为了武林10大高手之一。就在刚刚，拳王告诉了连少云他无法学习天雷门功法的原因。原来想要练习白雷心法，就需要是先天绝脉，绝脉的经脉非常狭窄，无法顺利循环内力，所以根本无法练习武功。但是却有一种功法例外，那就是天雷门的白雷心法。白雷心法的内功流淌密度很高，破坏性强大，一般人学习的话，会因为经脉无法承受炸裂而死。但是绝脉的经脉壁后弹性非常高，可以承受住白雷心法。得知真相后，连少云一脸沉重，他本以为会有什么隐藏秘密，没想到会是绝脉。他如果不能学习白雷心法，那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前世的武功。而拳王是绝脉之体，他的经脉可以抵抗白雷心法的破坏力。拳王曾经也为了寻找继承人，在外面四处寻找绝脉的体质，但是绝脉的体质十分罕见。不过想要练习白雷心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师傅干涉弟子武功的运行方式，在身体能够承受住内力之后再传授心法。只要有希望，连少云就不愿意放弃。他让拳王教他，但是拳王却告诉连少云，他的身体很难承受。之前拳王寻找绝脉无果后，就专门找了一群孤儿传授，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孩子无一例外全部无辜牺牲了。之后拳王直接放弃了天雷门的传承。但是连少云和其他人不一样，当他踏入武林的那一刻，他就做好牺牲的准备。在连少云一再坚持下，拳王同意了他的请求。运功开始前，拳王还在劝说他，但是连少云根本不惧。前世他可是天魔的弟子，学习的是武林最强的天魔神功，经验相当丰富。现在他只需要跟着拳王输入到体内的白雷心法内力，在体内运行一个大周天就可以了。虽然连少云前世练习过天魔神功，但他也不敢大意，如果他没能跟上拳王的内力，那自己就会经脉寸断而亡。刚开始他还能从容应对，但是随着拳王输入他体内的内力密度越高，连少云的神情变得有些痛苦，嘴角也溢出了鲜血，精神开始有些恍惚。连少云咬牙坚持，此时拳王也是十分担心，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现在停下来，连少云就会陷入困境，无法自拔。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只要连少云不失去意识，再坚持一会就结束了。随着连少云一声怒吼，一股庞大的能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此时拳王不知道是否成功，连少云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不停地流着鲜血。就在他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懊悔时，连少云身上突然冒出数道电弧，紧接着心脏恢复了跳动，慢慢地站起身来。这时拳王意识到自己成功了，连少云成功地学会了白雷心法，这真是万幸啊！就这样，连少云正式成为了拳王的徒。不过此时他有些疑问，在练习完白雷心法后，他感觉体内的内力分布不均，平白无故少了许多内力。拳王告诉他，这是因为你体内的内力密度提高了，所以体积只能缩小，要想得到改变就得增加修炼心法的时间。但是仅凭这一项还是很难，因为白雷心法产生的内力密度大，所以
以积累的效率很慢。不过效率低下只是在初期，白雷心法产生的内力具有吸引周围气的特质。当内力总量超过一定水平时，积累的效率也会提高，足以达到与9大门派和5大世家心法相媲美的效率。不过需要一个甲子的内力做基础。连少云很是无语，60年后他都成为一个老头子。拳王见他愁眉不展，扔给他一个小盒子。连少云打开后，竟是少林寺的秘传灵药小还丹。这颗灵药是拳王年轻的时候从少林寺的太上方丈永文大师那里得到的，服用一颗可以增加半甲子功力。但是连少云因为白雷心法的原因，服用后只能得到1/4甲子的内力。为了巩固白雷心法，连少云在拳王的教导下开始苦修。晚上吃饭时，他发现桌上有一个纸条，看完上面的内容，连少云神情一惊，他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到了。少年每天在树叶堆上来回行走1万遍，还不能让树叶发出声响，也不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同时每天出拳1万下，直至拳上出现闪电。连少云在学习了白雷心法后，每天跟随着师傅练习。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发现餐桌上突然出现一张纸条，打开之后神情一变，之前他答应了要给下屋门门主的小弟子治疗心魔，他们约连少云2天后到城外相见。连少云有些担心，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他们才主动联系，他担心他们内部出现了矛盾，如果他治疗好了心魔，他们反过来想要铲除掉他，自己如何抵挡？通过之前阴煞鬼的事情，他知道即使是知道未来的事情，也并不是万能的，还要时刻考虑变数。现在因为白雷神功的基础还不牢固，他无法使用内力，如果遇到危险，将不是他所能承受的。连少云还没走出城，就被下屋门的门徒叫住，在他们的带领下，连少云来到约定地点。连少云推开门进去，身形瞬间镇住，屋内有好多的人都手拿武器，看他们的状态不是很好，像是刚经历完一场战斗。床上躺着一个女孩，被心魔折磨的已经没有了人样。连少云刚想开口治疗，一道剑芒就向他射来。原来下屋门的人在来这里的途中遭遇了袭击，他们认为是连少云泄露了信息，因为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不过连少云并不知道他们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下屋门的人还是认为他最为可疑，因为连少云知道下屋门的很多信息，并且还能治疗好魔教的心魔，这不禁让他们认为连少云和魔教有所联系。此时连少云明白，想要轻松的完成治疗是不可能的，下屋门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不是他泄露的情报，那就只能是下屋门内部人泄的密，说不定让小弟子病成那样的人就是隐藏在下屋门里的魔教奸细。连少云还想要继续说服他们，让他先去给小弟子治疗，但是下屋门的这些人一口咬定他就是魔教的人，准备抓住他和魔教教主谈判。连少云无奈地摸了摸头，本来他不想这样的，只听他大声说了声出来吧。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来人正是他的师傅拳王。连少云让师傅把这群人都控制住，不要伤害他们。看到突然出现的人，下屋门的人纷纷举剑向着他冲来，拳王仅仅是动了动手指，这些人便瞬间动弹不得。连少云不禁感叹师傅的厉害，仅仅凭借指锋就压制了对面所有人。数个呼吸过后，屋内所有的人都被拳王制服。连少云则走到女孩的床前，旁边桌子上放着他练习的武功太乙神功。连少云拿起翻看了一下，确实和他记忆中的一样。他和尚书准备开始给女孩治疗，通过探查脉搏得知女孩的经脉还没有坏死。连少云往女孩的体内输入一丝内力，唤醒女孩的意识，虽然会有些副作用，但是有些话要嘱咐她，如果没有患者本人的意志做后盾，是无法克服心魔的。恢复意识后，连少云扶着女孩坐起身来，让女孩沿着他引导的路线运功，中途不可以失去意识。连少云把手掌贴在她的后背，一丝内力慢慢进入她的身体。这时他才知道女孩的丹田萎缩，穴道狭窄，浊气十足，如果运气过程中出现差错，她就会被诬陷为魔教的奸细，一辈子都要被下屋门追杀。而陷入心魔的原因是因为掌握了有缺陷的心法，就连高手都看不出来，因为在秘籍功法中隐藏了致命的。练习的越熟练，体内积累的毒素就越多，最终延续到心房。其实治疗心魔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把体内的毒素消除掉就可以。很快毒素就被连少云逼出女孩的身体，紧接着他把女孩身体表面的毒素擦拭干净，因为他害怕刚排除身体的毒素再次进入他的身体。这时连少云注意到女孩锁骨上的痣和脖子处的疤痕，临走时他让下屋门的人定时的带着女孩来找他，因为去除心魔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离开后连少云心事重重，因为他担心师傅会误会他是魔教之人，之前的绑架事件是他自导自演的。拳王也发现了连少云出来后眼神不对，连少云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你为什么不问一下我跟魔教是什么关系？听到他的话，拳王猛然回过头来看着他，我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感受到的连少云这个人不就行了。听完师傅的话，连少云傻傻的愣在原地，他没想到师傅会这么信任他。就这样2年的时间过去了，连少云的白雷心法已经打好了基础，再也不需要师傅进行引导，今天终于可以服用小还丹了。连少云兴奋地从怀中拿出小还丹，不等师傅说完，他就一口吞下，紧接着便盘腿吸收药力。吸收灵药上一世他不知做了多少次，借助小还丹的药力，连少云一口气打通了任督二脉，体内的内力如潮涌一般，一拳挥出，轰的一声，墙壁被打出一个巨大的窟窿。现在他可以正常的施展内力了。夜晚，连少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正想着要如何快速收集一个甲子的功力，突然发现身后有一道黑影一直在跟着他。此时他的手已经握在了腰间的刀上，随即身形凭空消失。下一秒，连少云已经把刀架在了跟踪者的脖子上。少年夜晚被猥琐女跟踪，被发现后，女孩主要邀请他去青楼，还让头牌花魁贴身侍奉。就在刚刚，
连少云夜间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跟踪，瞬间连少云便制服了那人。等那人揭下面纱，竟然是个女孩子。这时连少云注意到了女孩肩上的痣，原来是下屋门门主的小弟子。现在他已经完全的康复，这次过来是专程感谢连少云的救命之恩。连少云则很是不屑，这都过去2年的时间了，现在才想起来过来感谢，明显诚意不足。女孩解释是因为身体需要时间恢复，所以耽误了。两世为人的连少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小把戏，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才过来找他的，于是冷漠的说道：“应该不是为了表达感谢之情才派小姐你过来的吧？”原来女孩过来是想继续和连少云保持友好关系，连少云对他们一点好感没有，2年的时间也没过来感谢，现在有事了才知道过来找他。其实这段时间下屋门一直都派人找他，只是每次都被他师父拳王拦下，因为拳王担心外在的事情影响他修炼。得知真相后，连少云和女孩之间的误会解开，女孩约连少云2天后在华天楼详谈，说完女孩便消失不见。2天后，连少云如约来到华天楼，他也想看看女孩到底要做什么。当他刚走进青楼华天楼，头牌华天女就在那等着他了。华天女的出现瞬间引起了1楼客人的骚动，但是却被连少云给拒绝。他想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陪伴。等到了楼上，他见到了下屋门的小弟子，这次找连少云过来主要是搞好关系，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女孩说她叫千嘉岭，为了感谢连少云的恩情，千嘉岭代表下屋门做他的单独联系人，这是只有对尊贵的客人才有的待遇。但是连少云却不以为意，这让千嘉岭有些恼火。堂堂下屋门主的小弟子给他当联络人还不乐意，千嘉岭生气道：“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而连少云并没有理由拒绝，因为下屋门给的信息价值不菲，他可以获取与前世不同的信息或未掌握的信息，不管他们是否有其他的目的，连少云会把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在那之后，千嘉岭去见门主已经半个多月了，期间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今天连少云如往常一样来到武馆练习，却在武馆见到了千嘉岭。他现在已经加入武馆，成为了教主的第2个弟子，这样更加的方便他当连少云的联系人。2人刚见面，千嘉岭就提议切磋一下武功，他认为自己在同龄中没有对手，同时还想要试探一下连少云的武威如何。连少云看出了他的想法，不过自从上次阴煞鬼后，他也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的高手。连少云也想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还有下屋门心爱的弟子到底实力如何。千嘉岭率先出手，不等连少云反应过来，千嘉岭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一剑挥出，连少云的速度更快，在他劈中的瞬间人已经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千嘉岭的身后。千嘉岭不愧是下屋门的天才，在这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做出反应，躲开了连少云的攻击，仅仅一瞬间2人就交手数招。此时千嘉岭也知道了连少云的实力不凡，他准备全力以赴。可即使是这样，连少云只使出了月影剑第3招满月，千嘉岭手中的剑就被砍成2段，仅用1招就分出胜负。千嘉岭有些失落，本以为同龄中自己已经很优秀，却不成想被连少云一击打败。千嘉岭看他如此厉害，便建议连少云去参加龙凤会，那是武林盟中后起之秀聚集在一起展开的武林活动。连少云并没有搭理他，说了句要回去修炼，转身就离开了，留下千嘉岭一个人在那叫喊。到了晚上，连少云一个人在那独自修炼，突然千嘉岭一身黑衣出现，着急说道：“帮帮我！”青楼花魁只因自己长得太漂亮，就被正派人士毒蛇剑绑走，想要强行配对。就在刚刚，下屋门的千嘉岭过来找连少云寻求帮助，一个青楼女子就让下屋门如此重视。连少云意识到这个女子不简单，本来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千嘉岭告诉他，下屋门的高手还需要一段时间到来，仅凭他一人无法确保能救回华天女。绑匪是被称为毒蛇剑的正派颇有名气的超绝顶高手，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2人准备合力。千嘉岭递给他一个信号弹，如果谁发现了人质，就引爆信号弹，聚集到一起进攻，然后2人就分开去寻找。此时一处房屋内，华天女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毒蛇剑就守在她的身边。见到她清醒过来，毒蛇剑猥琐地摸了摸她的脸：“你注定要把我当做夫君一起生活，现在向我敞开心扉吧。”突然轰的一声，一旁的墙壁被剑气劈开，毒蛇剑顺势向后退去，只见一个人影慢慢显现出来，正是寻找到这里的连少云。连少云用剑鞘轻点了一下华天女的脖子，就解开了她的穴道，这一手也震惊到了毒蛇剑，让他不敢小瞧追来之人。他举剑，身体如炮弹一般射出，连少云也拔剑进行抵挡。毒蛇剑的剑法刁钻古怪，如毒蛇一般灵动，连少云应对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他使出了幻剑月影剑第12式缩月，瞬间出现数道剑气射向毒蛇剑。这还没有结束，幻剑只是起到迷惑的作用。紧接着连少云又使出第2招残月，快如闪电般向他袭去。只听枪的一声，毒蛇剑挡住了这致命一击，连少云迅速后退，不等毒蛇剑反应，连少云使出了月影剑第8招数月，仅是刹那间，连少云就出现在了毒蛇剑面前，一剑朝着他的脖子处劈去。这一剑快如闪电，毒蛇剑毕竟也是高手，仅是一瞬间就做出反应，身体微微一侧，躲过了要害。剑光从他的肩膀划过，身体受伤也彻底激怒了毒蛇剑。只见他朝着连少云挥出数道剑气，连少云举剑迎上，可就在这时，毒蛇剑嘴角微微一笑，紧接着数道暗箭射出。看到暗箭射中连少云，毒蛇剑脸上露出了笑容。可就在这时，连少云突然出现在他侧面，蕴含着闪电之力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刚刚被暗箭射中的是连少云的残影。这时连少云看到一个令牌从毒蛇剑的怀中滑落，他拿起来一看，
不禁眉头微皱。这个令牌正是鬼灵队的身份牌，正派高手不应该有魔教的令牌。连少云问毒蛇剑令牌是哪里得来的，起初他还不想说，没有办法，连少云只好上了点手段，毒蛇剑就全部说了出来。原来这个令牌和四川一个颇有名气的家族西家庄有关，具体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他只是帮忙处理了几件事情。连少云本来以为西家庄庄主是魔教教主，但是毒蛇剑却认为西家庄主和魔教应该没有关系。之前交易的时候，他没有看出西家主对鬼灵队有什么好感，他们之间应该只是相互利用。上一世连少云就知道阴煞鬼和四川的人交易了很多钱财。就在他想着出神时，千家岭带着下无门的高手赶到，他看到了被制服的毒蛇剑，一脸的震惊。他责怪连少云没有提前发出信号，连少云则告诉他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有时间发信号，但是结果是好的。千家岭没有继续追问，他让手下控制住毒蛇剑，自己则过去扶着虚弱的华天女。华天女对连少云表示感谢，连少云淡淡的说了句：“今天下无门欠了我一个人情，之后我会来收的。”话音刚落，连少云一个闪身便消失了。他要去把西家庄打一顿，看看他们到底和魔教有什么交易。他是四川武林世家的一家之主，却向一个10几岁的少年下跪磕头。就在刚刚，连少云从毒蛇剑那里得知西家庄和阴煞鬼有交易，便打算独自一人夜闯西家庄。他不擅长隐身和潜入，于是他打晕了2个门卫，换了他的衣服乔装混进了西家庄。当他进了庄子，才发现里面到处都有护卫巡视，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连少云在庄子里四处查看，寻找庄主所在的房间，他要在被发现之前找到庄主。这时他看到一处房子门口有护卫把守，他们的腰间都有护卫队的腰牌，因此连少云判断这是庄主居住的房间。只见他一脸着急地跑到房门口，得赶快去见庄主才行。门口的护卫问道：“何事？”毒蛇剑被抓了。听到这，护卫着急地想要让他进去禀告庄主，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等等！”原来是西剑队主，他继续向连少云问道：“毒蛇剑被谁抓走了？”连少云老老实实的答道：“下无门。”这时西剑队主有些疑惑，下无门中应该没有能战胜毒蛇剑的高手。连少云忙解释道：“下无门门主的小弟子就在附近，如果是下无门门主的弟子，的确有可能。”看到西剑队主有些相信了，连少云便想要进入禀告庄主，可就在这时，西剑队主话锋一转：“毒蛇剑之事好像是我们西剑队在调查吧？”连少云见事情暴露，便不再隐藏，先发制人，拔剑一剑劈向西剑队主。西剑队主一边命令手下把庄主带到安全的地方，一边让手下布6合剑阵迎敌。虽然他们一时半会伤不到连少云，但是连少云短时内也突破不了。就在他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西剑队主突然从一旁发起偷袭，躲闪不及的连少云被划伤肩膀。这种局势对他很不利，如果再拖延下去，西家庄的人很快都会赶来，到时候再想逃跑就不容易了。于是连少云准备速战速决，使出威力极大的一招月影剑第19招波月。只见他猛然跃到空中，一剑挥出，无数的剑光如天女散花般落下。而此时另一边，西家庄庄主西浦俊正带着2名下人慌忙逃跑，其中一个下人劝说庄主应该回去说清楚，毕竟是毒蛇剑一人惹了祸事，另一人则劝庄主赶紧逃跑。就在西浦俊犹豫不决的时候，连少云出现在他们面前。西浦俊见状瞬间跪地求饶，连少云把从毒蛇剑身上获得的鬼灵牌扔到他面前。看到令牌，西浦俊有些疑惑，令牌怎么会在他手上？连少云见他有些不老实，于是从怀里掏出一把剑扔到他面前，冷冷地说道：“如果你不老实，我就宰了你。”见状，西浦俊立马换了一副神情，讨好的说道：“我跟阴煞鬼做了交易，阴煞鬼想要让手里的钱生钱，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做生意。”连少云也没有想到阴煞鬼竟敢把教主给他的战争资金做投资，而西家庄和阴煞鬼做交易也都是被迫的，毕竟如果敢反抗，整个西家庄就没了。连少云则告诉西浦俊，阴煞鬼已经被他杀了，并且交给了青城派。连少云从下人身上拿出账本，阴煞鬼所赚的钱财他要全部拿走，只要西浦俊闭上嘴，魔教的钱财将成为他的第一桶金。西浦俊在得知阴煞鬼是被连少云所杀，立马态度一变，表示要效忠连少云。他被连少云的武力和心胸所折服，西浦俊把连少云奉为西家的太上长老。连少云见他如此执着，便没有拒绝，他把账本扔给西浦俊，让他把阴煞鬼的事情处理干净。即使是成为了西家庄的太上长老，连少云也不会留在西家庄。这一举动瞬间让西浦俊感动无比，认为连少云是为了照顾他的面子。西家庄的事情结束后，又过了几天，千家岭找到了连少云，把他要找的东西带了过来。连少云接过看了看，正是当初天魔散播到正道武林里有问题的功法——红火神功，以阳气为基础的炎功，应该能克制独孤星的天阴之体。在前一段时间，连少云和千家岭一起去师傅那吃饭，他看到了师傅闷闷不乐，就知道师傅肯定是在为儿子的事情担心。独孤星是天阴之体，为了躲避魔教，拳王带着全家来到了青城山，但是一直躲在青城山也不是办法。为了解决师傅的后顾之忧，连少云让千家岭传话给霍阳商团的主人，说他有办法治疗他儿子的心魔。现在霍阳商团的团主带着他儿子已经来到了四川，他不是医生，却治好了武林首富儿子的病。他不仅没有要任何钱财，还把自己全部的钱财都给对方，让他帮忙买香料。原来就在刚刚，连少云治疗好了中原第一商团团主的儿子的心魔。他儿子正是因为学习了天魔散播在武林的功法红火神功而产生的心魔，这对于上一世是天魔弟子的他手到擒来。商团主为了感谢他，
愿意用1两黄金表示感谢，但是连少云却没有收下，反而是把自己身上的全部钱财都给了他，让他帮忙收购香料。因为连少云知道明年秋天霍阳商团所在的浙江附近海域因为倭寇横行，导致贸易减少，香料价格大涨，这将是他踏上元老之路的重要资产。虽然连少云没有要商团主的钱财，但是他得到了霍阳商行的贵宾令牌。为了成为武林盟的元老，连少云需要霍阳商团的力量。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下巫门的支持，又获得了本该属于魔教教主的霍阳商团，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所以连少云准备避避风头。就在这时，连少云突然感觉到背后有危险，等他转过身去，只见一个巨大的拳头向他袭来。匆忙间，连少云拔剑一道剑气挥出，原来是他师父拳王，想要测试一下他的实力。连少云没有让师父失望，此时他已经能把闪电运用到武器上，操纵闪电的能力也达到了雷精神之境。连少云跟着师父来到四川唐门，四川唐门是武林5大世家之一，掌握着巨大的势力，所有的武林人都害怕的地方，因为他们全是用毒药、暗器、机关装置的一群疯子，而拳王由于对唐门家主毒王唐白君的女儿有恩，所以才能够自由的出入唐家。这次拳王带着连少云拜访唐家，主要是为了替连少云求天毒丹。天毒丹是唐家的不传灵药，却不成想毒王一口答应了。拳王连声道谢，表示日后一定会还这个人情。天毒丹可是只有进入化境的高手才能服用。毒王没有想到比他女儿还小2岁的连少云已经达到了化境，于是他主动出手试探了一下连少云的实力。连少云只感觉自己周围被无数的毒蛇缠绕，压迫感十足，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紧接着他浑身一震，从那压迫中挣脱而出。毒王不禁感叹连少云的不狠。唐书燕带着他们来到药王府取药，他把药递给了连少云，并嘱咐他每半个月都要过来这里拿药，一直会给他2年的天毒丹。连少云收起药后准备转身离开，却被唐书燕叫住。他想要和连少云切磋一下，可连少云却不愿意和唐门的毒人比武。毒人是往体内注入毒药，提升武功的毒功，只有直系血亲才能学会的唐家的不传之秘。但是因为体内的毒药无法怀孕，所以女性毒人很少见，而且那些毒人都是疯子。从某种意义老讲，连少云认为毒功比魔功更可怕，更何况和唐书燕比武并没有任何好处。见连少云不愿意，唐书燕提议和他打个赌，如果赢了就送给他一件东西。起初连少云觉得天毒丹就挺好的了，但是当他看到唐书燕拿出来的东西后，连少云的眼睛都直了。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他无法拒绝。他是武林最厉害的铁匠，在临死之前燃烧了自己的灵魂，做出了5把名剑。唐书燕拿出来的正是其中的一把，名叫战炉的名剑。连少云根本就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对于用剑的人来说，欧冶子的剑是就算赌上性命也想得到的宝物，但是他并没有高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当赌注，而唐书燕不需要他任何贵重的东西。他跑到拳王面前，希望获胜后拳王能答应他一个请求。拳王点头同意，见师傅都同意了他们比武，于是连少云接受了他的比武请求。虽然不知道唐书燕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拿出战炉做赌注，他就有信心绝对不会输给连少云。不过这些也没关系，神剑战炉连少云要定你，对方是会使用毒的毒人，不想中毒的话就要打起12分精神。刚开始连少云就使出月影剑法第一招弦月，举剑的手还没有落下，唐书燕就已经出现在他身前，一记毒掌打在了他的手臂上，感受着侵入身体的毒素。连少云运用白雷神功进行化解，可还不等他完全化解体内的毒素，唐书燕再次化作一道残影袭来。从对方凌厉的攻势中，连少云感受到了杀气，这让他不禁产生疑惑，只是简单的比武为何如此拼命？不过对方既然如此，他也只好全力以赴。紧接着他使出了月影剑法第21招拜月，在唐书燕抵挡住攻击的一瞬间，连少云就已经出现在了唐书燕的面前，一拳打出。唐书燕毕竟也是天才，瞬间一掌打出赢了上去，砰的一声，双方都被震得后退数步。唐书燕手掌电光缭绕，连少云的拳头上布满了毒气。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如果你不回答，话还没有说完，连少云就感受到背后有危险逼近，本能的一侧头，暗器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这正是唐门的独门暗器追魂飞碟，如果再晚一些就要出大事了。而此时连少云体内的毒素越来越多，他强撑着不敢昏迷过去，运起白雷神功开始驱散体内的毒素。而唐书燕也知道必须要在他把毒素逼出之前结束战斗。连少云面对向他冲来的唐书燕，使出了月影剑的第23招水月，双方碰撞在一起，发出轰的一声爆炸声。待烟雾散去，比武场上只还有连少云一人站立着。唐书燕失败了，连少云走到他的面前，看你拼尽全力的样子，我觉得应该另有原因，你到底隐瞒了什么？这时远处的拳王开口道，那应该是因为我，原来是因为在唐书燕小的时候被黑道黄云帮绑架，那时拳王杀光了黄云帮，把他救了出来。唐书燕看见拳王的武功，有了放弃家族的武功成为拳王弟子的想法，但是拳王拒绝了他的请求，没有收唐书燕为徒。这次他看到拳王收了一个徒弟，就心生嫉妒，所以不考虑后果提出了过分要求。唐书燕真诚地向着连少云道歉，连少云转身看向师傅，却看到他向自己
己摇了摇头，便没有多说什么。在唐书燕告辞离去后，连少云问师傅为什么制止他。原来拳王当初拒绝收唐书燕为徒，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或资质不够，而是因为她不是绝脉。但是现在收连少云为徒，连少云也不是绝脉。如果现在把真相告诉唐书燕，只会让她更加的伤心。有时不知道真相反而是好事。次日，连少云找到师傅，拿出之前得到的红火神功，这是用阳气做基础的炎功，能帮助独孤星克制天阴之体。拳王满脸的感动，这也让他更加看不透眼前的连少云。很快2年的时间过去，连少云已经服用了2年的天毒丹，他的内力增加了许多，基本上接近顶峰。现在他终于可以完美的使用白雷功法，再加上完成了千毒不侵，一般的毒药对连少云没有任何作用。现在连少云认为自己是时候该去江湖磨练一番，正好他师父拳王也有此意。之前千家岭说过武林盟的龙凤会，连少云认为正是他踏入9大门派和5大世家的权力中心，成为武林盟元老的第一步。这次出行的第一站是浙江。出发的那天，连少云来到车队，脸色一变，男子只因说了句女的长得太丑嫁不出去，下一秒胸口就多了6支毒针。原来他说的女人是唐门的大小姐唐书燕。本来连少云是不想和她一起同行的，但是考虑到她擅长机关暗器，以后去天机洞寻宝会有帮助，于是便同意一起游历江湖。可他们还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猛虎帮收过路费，本来给了钱财就可以过去，但是千家岭和唐书燕的美色让劫匪起了歹念，想要把2人抓回去友好深入交流。这时只见领头那人走到唐书燕面前，风一吹，唐书燕被头发盖住的右眼露了出来。看到这一幕，男子吓得后退3里地，厌恶的吐了口痰说道：真扫兴，你这张脸看来是嫁不出去了，不过反正你也嫁不出去，给我当小妾如何？其实只要遮住疤痕，长得还挺好看的。然后男子转头对着身后的兄弟说道：今天你们多了个四嫂子。正当男子得意之时，突然感觉胸口一痛，回过头来一看，胸口上已经插了6根毒针。不等他开口，毒素已然发作，男子扑通一下倒地不起。接下来便是唐书燕的单方面屠杀，很快剩下的山匪就被他全部干掉。之前听到山匪谈话，他们昨天在村庄里抓了一些女人，唐书燕希望连少云能帮他一起把人救出来。既然知道了这事，连少云也认为不能不管。此时猛虎寨寨主莫平正左拥右抱的喝着花酒，突然一名手下冲进来大声喊道：有人来袭！土匪头子莫平还以为是官军过来围剿，不禁怒道：是官军吗？几个人？那名手下急忙答道：不是的。一男一女从不同方向攻进来。莫平一听就2个人，不满道：只有2个人，干嘛向我报告？接下来的手下的话令他一下坐了起来，来人竟是唐家之人。不过只有2个人，他还不是很担心。他吩咐手下集中攻击那名女的，自己则去解决那名男的。此时连少云在山寨门口，正跟门口的守卫商量，让他进去洗洗沾血的衣服。而就在这时，一名光头大汉从天而降，来人正是猛虎寨的寨主莫平。他曾经也是跟着将军四处战斗的军官，是从地狱一般的战场上活下来的男人，却被连少云一脚直接 KO。他们成功的救出被抓的女人，然后连少云把山寨里的钱财都分给了女人，让他们离开。等他们到达陕西时，连少云和唐书燕勇闯猛虎寨救人的事迹已经在江湖上流传开来，大街小巷都在讨论他们俩。被他们2人的侠义行为感动，连少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竟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好处。要想成为武林盟的元老，不仅需要武功高强，还需要好的名声。这次获得侠名无疑对他影响重大。等在龙凤会获胜后，连少云就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到时候大家都会吹捧他为真正的侠客。同时还有另一个消息，在陕西出现了一个入魔的狂人，杀了一位华山派弟子。华山派掌门一怒之下下了追杀令，官府封锁了整个陕西。在那家伙被抓之前，连少云他们就只能留在陕西。虽然连少云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但是他也不想主动去抓那名魔人。如果魔人被他这个毛头小子抓了，岂不是打了华山派的脸面？街道上全是华山弟子调查魔人踪迹。这时一名华山弟子走到连少云面前，想要查看他的身份名牌。连少云并没携带证明身份的东西，只好带他去客栈，让唐书燕帮忙证明他的身份。看到是四川唐门的大小姐，华山弟子立马换成笑脸，原本对连少云傲慢的神情瞬间消失不见，躬身施礼道：贫道是华山天友道长，一脸色相的讨好着唐书燕。这时千家岭看到了连少云，一把拉过连少云就要离开。天友道长见又是一位大美女，忙躬身施礼想要打招呼，千家岭则没有搭理他，拉着连少云快速的离开。等走远了，千家岭告诉连少云，那人可不简单，他是武林十天地梅花剑神的唯一弟子。千家岭带着连少云来到黑市，在黑市上，连少云花20金买了一个小名单，小名单是只有武当才有的内伤药，虽然不能像灵药一样增加内力，但是关键时刻能救回一条命，也算是比较值得。等他们回到客栈，就看到一名壮汉满脸痛苦的趴在唐书燕面前，身中剧毒危在旦夕。原来就在刚刚，男子看到有位姿色绝美的女子独自坐在路边，就上前相邀一起饮酒，却不成想被一口拒绝。男子是本地黑帮天煞帮的帮
帮主，竟然有人敢不给他面子。恼羞成怒的他就想要出手教训一下不识抬举的女人，可手还没有举起来，他就感觉到胸口一阵剧痛，紧接着便瘫软的倒在地上。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身中剧毒。连少云见他中毒后还能坚持这么久，武功应该不错，也算是本地的地头蛇。考虑到这些应该能起到大用，于是连少云劝说唐书燕让他放男子一马，把男子交给他处理。连少云俯身小声的对男子说道：“你只要帮我一个小忙，不但帮你解毒，这件事我还会当作没发生过。”男子见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一口答应。到了晚上，战雄有些愤愤不平，他可是天煞帮的帮主，什么时候受过这等侮辱？于是他调集手下准备趁夜色干掉连少云。可就在他拿起武器准备出门时，房门突然被大力破开，刚准备出门的手下被震飞开来。战雄一脸慌张的看向门外，这时只见连少云脸色平静的走了进来，身后躺着的全是天煞帮的帮众。原来连少云是想让战雄利用黑道的力量帮忙寻找发狂的魔人位置，到时候他再把魔人交给华山派，这样就能解除封锁，还能让华山派欠他一个人情。过了没多久，战雄就告诉连少云找到了魔人的位置。连少云一番乔装打扮，准备去看一下华山道士是怎么抓魔人的。等他到了时，魔人已经被华山弟子包围，看他们的站位，连少云认出了这是梅花阵法，凭借着剑阵5名一流高手困住了身为顶级高手的魔人。在阵法中，魔人只有被动挨打的份。突然魔人暴喝一声，瞬间气势暴涨，然后不顾一切地朝着其中一人冲杀而去。天友道长见状，为了救同伴性命，擅自离开阵位，向着魔人冲去。看到身后有人向他冲来，魔人嘴角露出笑容，紧接着猛然跃起转身，向着阵法的空隙加速跑去。由于天友道长擅自离开阵位，导致阵法失效，魔人趁机脱离他们的包围。在一边观看的连少云不禁暗骂他们蠢货，紧接着朝着魔人逃跑的方向追去。魔人由于刚刚的战斗受了伤，很快就被连少云追上，但是为了不在魔人身上留下剑痕暴露身份，连少云准备赤手空拳压制他。而魔人见有人追来，直接动用先天真气，消耗生命力，准备拼死一搏。面对实力暴涨的魔人，不使用武器的连少云应对的十分艰难，仅靠拳头是无法破开魔人的护身罡气。既然由外向内部行，连少云准备从内部攻克。这时只见他右手布满闪电，然后猛然跃起，一掌打在魔人的头上，雷电之力由内而外破坏了魔人的身体，解决了魔人。连少云大大的松了口气，这样只要等华山弟子赶到就可以。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一道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想跟你聊聊，你能抽个空吗？”听到声音，连少云猛然一惊，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现的？他竟然是一点点也没有察觉。不要看他个子不高，没有1.5米，他可是华山派第一剑武林10大高手之一的梅花剑神。在连少云解决掉魔人准备离开时，梅花剑神突然出现约他聊一聊。他很是好奇连少云为什么打败了魔人却选择离开，而且还隐藏了身份。连少云并没有隐瞒，而是直接说出了原因，他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华山剑神得知后，还是代表华山派表示欠连少云一个人情。梅花剑神感慨道：“我的徒弟应该相信师兄弟能守住阵位才对。”这时连少云不禁在心中暗骂：“天友道长真是个蠢货。”梅花剑神问连少云还有什么需要的吗？连少云表示什么也不需要，只是希望能快点解除封锁。连少云没有表现出一点的贪念，使得梅花剑神对他刮目相看。梅花剑神希望连少云外出游历的时候带着天友道长。听到这，连少云一口回绝，他可不想带着这个蠢货一起。而梅花剑神认为天友一辈子窝在山里，被人称赞是天才，对于他以后的成长十分不好，在江湖上多多磨练，才能使得他能明白自己的不足，并表示连少云在路上可以对他使用武力。见连少云还是不很愿意，梅花剑神从怀中掏出一个身份令牌，看到这连少云浑身一震，这可是梅花剑神的报恩牌，受人恩惠后作为日后报恩的证明牌，是千金难买的贵重之物。看在报恩牌的份上，连少云同意带着天友道长同行。次日，一行人重新踏上前往浙江的道路。虽然连少云看见天友道长就很不高兴，不过他还是很感谢天友道长，让他有了一次能使唤10大高手之一见鬼的权利。连少云没有让天友和他们一起坐马车，而是让他一人骑马同行，这让天友一脸的不愉快。到了晚上休息时，天友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提到自己的师父是梅花剑神，连少云则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最后实在是忍受不了天友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连少云突然开口说道：“我想起来不久前在森林里看过的野狗，几只野狗在围攻一个猎物，野狗中有一个家伙破坏了阵法，攻击了猎物，导致猎物从阵法漏洞逃了出去。那个野狗是不是很蠢？”此时天友还没有听出连少云话里的意思，还在为那个野狗辩解。那只野狗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吧？连少云又继续说道：“幸好只是野狗，顶多饿一顿，但如果发生在武林中，岂不是件可怕的事吗？因为某人错误的判断放过了杀人魔，说不定会牺牲很多无辜的人。”直到现在，天友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在继续的辩解。可就在他话说到一半，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猛然站起身来，大声怒道：“你在说什么？”连少云则是一脸无所谓的说道：“我只是聊了几句野狗而已。”天友此时被气得浑身颤抖，牙关紧咬，却又无从发泄。到了深夜，大家都熟睡后，天友却叫醒了连少云，约他到远处谈谈。连少云随他到了一处偏僻之地，天友瞬间变了态度，他要为之前受到的屈辱报仇。
可不管他怎么说，连少云就是不生气。最后气的天友拔出武器，想要和连少云用武力决胜负。连少云觉着很是无聊，转身就要走，其实心里在想，快点来打我呀！连少云的态度也彻底激怒了天友。天友怒吼一声，瞬间气势暴涨，然后大声叫住了连少云。此时连少云怪笑道：“是你逼着我跟你打的。”天友一脸不耐烦地说道：“知道了。”放马过来！话还没有说完，连少云就在他眼前突然消失，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天友面前。不等他反应，一剑劈在了他的脖颈处。天友很是不满，说连少云偷袭他，紧接着暴喝一声，向着连少云冲去。连少云只用了一招，就打得天友丢掉了武器，趴在地上。这次不等他说话，连少云对他就是一顿暴揍。被打成这样，天友还抬出他师傅梅花剑神威胁连少云，甚至还想捏造事实陷害他。不过连少云并不害怕，只见他大喊一声出来吧，紧接着唐书燕便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原来早在天友叫他外出时，他就让唐书燕跟着自己，有唐书燕在场，连少云就不怕天友胡来不认账。于是二人在唐书燕的见证下重新打赌，输的一方伺候赢的一方。天友道长还以为之前会输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被对方偷袭所致。这一次连少云让他先出手，天友一开始就使出了梅花36剑、梅花9叶，而连少云只用了简单的一击之拳就挡下了他的剑气，然后一个闪身就出现在天友的面前，一拳重重的打在他的脸上，仅用2拳就结束了战斗。根据赌约，天友道长要伺候连少云，成为了他的马夫。可还没走多远，车队就停止了前进，因为前方有2伙山贼在争吵。可还没过多久，又有一车队停在了他们旁边。连少云看到车队的旗帜，不禁一惊。连少云一行人继续赶路前往浙江杭州，却不成想在路上又遇到了山匪。不过这一次还有一支车队，车队的护卫个个都是顶流高手。看到车队的旗帜，连少云神情一惊。马背上挂着2面旗帜，一个是代表着皇室的旗帜，另一面则是代表着诸葛世家。马车中坐着的是一名少女，这让连少云不禁有些疑惑。上一世的记忆中，并没有一个诸葛家族的女性出现在浙江，反倒是有一名男性帮助官府在浙江清扫倭寇，立下大功，在江湖上获得了地龙的称号。到了晚上休息时，诸葛家的女子主动走到连少云的营地，她说自己叫诸葛慧，想要和大家交个朋友，这让连少云不禁对诸葛慧产生了怀疑。几个人围着火堆相谈甚欢，中途诸葛慧邀请他们同行，但是连少云的目的地是杭州，而诸葛慧要去浙江。不过为了能和连少云同行，诸葛慧改变了目的地，要一同前往杭州，这让连少云对诸葛慧更加的好奇，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到达杭州后，连少云与诸葛慧分开，诸葛慧对他们也是相当好奇。梅花剑神的弟子，唐家的大小姐，一个神秘但又散发着不同凡响气质的女子，以及领导着这几个人的连少云，他要动用家族的力量调查一下。紧接着便从马车上走了下来。此时再看他已然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一位翩翩少年。另一边，连少云来到霍阳商行，找到了商行主，询问了他儿子的最近情况，得知他一直都没有公布儿子康复的消息，也并没有调查隐藏在商团中的魔教奸细，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在等魔教主动联系他。本来连少云还以为天魔知道自己抢了他5个计划中的2个，肯定会派人找他，所以做什么事都是缩手缩脚的。现在看来他还有机会抢走教主的安排，让白道的核心人物欠他的人情，毁了魔教想要霸占武林的计划。这次连少云让商团主购买粮食和药材，同时他把买卖香料赚的钱一半投资进去。商团主一脸的疑惑，不明白连少云为什么要让他买粮食和药材。连少云则笑嘻嘻地说道：“我是从未来回来的，3年后会发生大饥荒。”商团主一脸的不敢相信，认为连少云在开玩笑。连少云也没有多说，让商团主自己考虑。从霍阳商团离开后，连少云就和千家岭来到杭州花街，他要去那找一个人，一个可以帮助他破坏掉天机洞中阵法的天才。曲云龙前世是被肃杀魔君抓住在魔教当阵法家，被抓之后在魔教他一直戴着面具。连少云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他的独特气质连少云记忆深刻，他有信心只要他看到这个人就一定能认出来。等他来到花街，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子在妓院门口闹事，连少云只看了一眼便认出此人就是曲云龙。连少云想要带走喝醉酒的曲云龙，却被本地黑帮黄剑帮阻拦，无奈之下他只能使用武力，同时让千家岭利用下屋门调查一下他的详细信息。等到曲云龙醒来，却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而此时下屋门已经把调查信息送到了连少云手中。曲云龙原名司马云，是司马世家的长孙，同时连少云还帮他还清了债务，作为请他帮忙的一点诚意。不过司马云拒绝了连少云的邀请，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任何势力，也不想在别人手下干活。最后没有办法，连少云直接说出了天机洞的秘密。当听到天机洞，司马云的身体微微一停顿，但还是推门离开。司马云独自一人走在街道上，他在想着刚刚连少云说的话。天机洞的阵法是每个阵法家都向往的地方。此时司马云已经有些心动了，他坐在路边的石凳上纠结着，当初抛弃家族地位，下定决心不再牵扯进武林中的事。就在他想得出神时，突然身后出现一神秘男子，一掌把他打晕。父亲为了逼迫儿子完成他曾经的愿望，甚至杀掉了他青梅竹马未婚妻的父亲，只为让他迎娶豪门权贵的女子。
子。也正因如此，司马云离开了司马世家，来到杭州花天酒地。就在刚刚，司马云刚从连少云那离开，就被黄建帮帮主打晕绑走。虽然有人帮司马云还清了债务，但是他的手下不能白白的被人打。他一脸凶相的对司马云说道：“只要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咱们之间的债务就一笔勾销。”司马云一脸恐惧的问道：“去哪里？”黄建帮帮主贪婪的舔了舔舌头。就在这时，连少云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刚见面，连少云就率先出手，黄建帮帮主被打得措手不及，整张脸都被打烂了。原来黄建帮帮主戴着人皮面具，他的手下也都看到了帮主脸上的异常。帮主见被发现了，转手就是一剑挥出，3名手下当场殒命。此时黄建帮帮主不再伪装，完全撕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原来他是一名魔人。之前连少云调查过黄建帮，得知背后是司马世家。之前下屋门的情报显示，司马世家指使黄建帮故意让司马云欠下债务，以此来逼迫他回到司马世家。这不禁让他猜测司马家主和魔教是否有一些联系。但是前时他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司马世家的消息。难道弑杀魔君是在司马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抓走的司马云？这一切都要抓住这个魔人才能得到答案。二人刚一交手，连少云就从魔人的攻击中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气，瞬间便认出了魔人的身份，他正是自己二师兄弑杀魔君的心腹摄魂鬼。魔人见连少云一下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震惊无比，不由得惊呼出声：“你认识我？听说你输给了道王后就消失了，没想到成为黑道的老大。”摄魂鬼见连少云认识自己还能够神情自若，便知道对手的武力不简单，于是一上来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只见一道巨大的剑气向连少云射来，轰的一声巨响。摄魂鬼得意之时，连少云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速度之快，一脸震惊的摄魂鬼再次一剑挥出，这一剑只是劈中了他残翼。连少云的身法太快，摄魂鬼的攻击根本就碰不到他衣角。这时只见连少云突然停下身形，一剑挥出3道剑气，摄魂鬼大笑着，轻轻一挥手就挡下这一击。这是连少云的虚招，此时他已经出现在摄魂鬼的身后。月影剑第4招斩月使出，摄魂鬼感受着对方强大的压迫感，自知不敌，借着烟雾的掩饰，带上司马云就跑。可跑着跑着，怀中的司马云突然消失了。原来早在刚刚，司马云就布置了一个简单的阵法，而此时连少云也追了过来。他想要从摄魂鬼口问出弑杀魔君的阴谋，可还不等摄魂鬼开口，他就神情痛苦倒地而亡。原来是弑杀魔君给这些人下了禁咒。司马云很是感谢连少云的救命之恩，但是他还是不相信父亲为了让他回去和魔教合作。连少云很是好奇他在司马家经历了什么。两人借着月色坐在瀑布下面，连少云拿出酒给司马云倒了一杯，司马云一饮而尽，然后开始诉说自己的过往。原来他从小就是特别优秀的天才，但是他的父亲把自己没有完成复兴家族的梦想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所以借钱把他送去了诸葛世家学习。但是他父亲明白，光靠司马云出色的才华是无法实现梦想，就算是司马家再努力，连诸葛世家的脚趾都跟不上。所以他的父亲开始和黑道合作，开了赌场和卖鸦片。不仅如此，还偷偷收养孤儿，弄了个杀手组织。司马云知道了父亲所做的一切，但是自己力量薄弱，根本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可这些还是不让他满足，他要司马云放弃自己的未婚妻，去娶豪门权贵的女儿。司马云和自己未婚妻十分相爱，但是他父亲为了达到目的，竟然派出杀手杀了他未婚妻的父亲。自那以后，司马云就和父亲宣布断绝关系，然后离开了杭州。不过还好，他的未婚妻最后成为了武当弟子。听完司马云的话，连少云平静地说道：“我不认为司马世家家主会放弃你，你不想从司马世家的阴影中逃出来获得自由吗？”司马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连少云邀请他一起走，司马云突然激动道：“你跟我在一起就是跟司马世家为敌，家主培养的杀手会杀掉你和你朋友。”听到这，连少云没有说话，而是站起身来，拔出剑，一剑劈向远处的高山，仅一剑就把巨山一劈为2。司马云看的也是目瞪口呆。连少云再次伸出手：“我需要你，你跟我在一起，财富、名声、权力，甚至是天机子留下的阵法图全都给你，所以把未来交给我如何？”男子只是把手按在了石壁上，石壁瞬间坍塌消失不见，露出了藏宝洞的入口。藏宝洞是天机子留下的，里面金银财宝无数，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地方。连少云在收复了阵法大家司马云后，已经有能力去攻略天机洞，不过现在却有一个碍事的人存在，那就是华山派的天友道长。连少云正想着要怎么让他离开呢，第二天天友道长就向他主动提出要独自去闯了。连少云当然乐意，还给了他一些钱财作为路费。打发走了天友道长之后，连少云就让千家岭利用下屋门的情报能力，开始寻找天机洞的位置。当他们来到附近后，在这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天机洞的入口，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走进了幻阵中。司马云四处查看，他在路边发现了刻有字的石头，同时也在一旁的大树和树叶上发现刻着字。司马云瞬间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在地面上画出阵法。从这个阵法的特征上，司马云判断天机子是司马世家的人，因为这里的阵法和司马家传下来的阵法很像。这时只见司马云信心满满的走到石壁面前，然后用手按在石壁上，紧接着异象发生，原本平整的石壁瞬间消失不见，露出了藏宝洞的入口，里面的阵法和司马云想的一样，很轻松的就被他破解掉，机关陷阱也都被唐书燕解决。很快连少云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卡，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个阵法如果不进里面破坏阵法的核心，就根本无法破解。为了获得司马
云的忠心，连少云选择独自进去冒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司马云的信任。最后一关设置的阵法是幻影阵，跟从外面破坏的阵法完全不同。上一世连少云的记忆中，也有许多高手挑战这个密洞，却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尝试了好多次，准备收手时，皇宫的锦衣卫高手只剩一口气从阵法里逃了出来。当时那名锦衣卫的实力是超顶级高手，没人透露到底会遇到什么幻影，连少云自己也不知道。虽然以他现在的武功水平有点难度，但是他不想轻易放弃。连少云不怕死亡的精神感动了司马云，司马云表示要和他一起进去破坏阵法。两人刚进去，瞬间就被黑暗包围，连少云身边的司马云也不知去了何处。就在他四处查看时，突然感受到身后传来一股杀气，连少云转过身来，竟然看到了自己的二师兄嗜杀魔君。他知道这是幻影阵法创造的幻影，虽然现在还有前世的武功这么高，但是连少云也是不惧怕。这时司马云从身后出现，紧接着他的父亲司马家主也出现。这个阵法是根据闯入者记忆幻化的，连少云还想要无视这些幻影，但是司马云却告诉他不可以。这个阵法主要攻击闯入者的精神，如果在这失败了，肉身没有什么事，但是精神就遭受到打击，成为一个白痴。没有办法，连少云只能再杀一次自己的师兄。可刚一开始，嗜杀魔君给他造成的压迫感就十分强大。连少云知道自己化境的实力和对方超顶级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大，刚一交手，连少云就一直处于下风躲闪，他的进攻都被嗜杀魔君轻描淡写的挡下，即使是使用月影剑也无法对他造成威胁。因为嗜杀魔君知道他所有的剑招，所以连少云放弃使用武器，使出了白雷神拳。可即使是这样打中了嗜杀魔君的身体，却无法破开他的护身罡气，被嗜杀魔君一拳打中。要不是白雷神功强化了身体，他早就身受重伤无法动弹。嗜杀魔君怪笑道：“感觉如何？”现在的情况真让我开心，你又要死在我的手里了。连少云一脸平静地说道：“死在我手里的应该是师兄啊，我前世是死在暴乾魔功的副作用里，可不是死在你的手下。”为了能再次杀掉嗜杀魔君，连少云再次使用了进攻暴乾魔功。男子只是轻轻抚摸了一下石壁，就出现一个藏宝洞的入口，里面有无数的金银珠宝。为了得到这些宝物，连少云和司马云同时被困在幻境当中。在幻境里，连少云遇到了自己的师兄嗜杀魔君，上一世被师兄背叛，最后拼得两败俱伤。由于使用了进攻暴乾魔功，最后被魔功反噬而亡。这一直都是自己的心魔，想要破开幻境就只能再杀一次嗜杀魔君，但是这一世自己的功力只有化境，远不是超顶级高手的对手。最后他只好再次使用进攻暴乾魔功。嗜杀魔君见他又使用进攻，也是一脸的惊恐。而连少云之所以不怕魔功的反噬，是因为在幻境中只会受到精神攻击，肉体不会有事。虽然使用了暴乾魔功功力大增，但由于自己的实力不如前世，和嗜杀魔君对抗还是没能占得上风。最后连少云硬受了他一拳，借机抓住他的手臂，然后一剑干掉了嗜杀魔君。又过了一段时间，等在外面的唐书燕和千家玲有些着急。这时石门再次打开，连少云和司马云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人齐心协力穿过了幻境。连少云获得了司马云的忠心，出来没多久，司马云就宣誓向连少云效忠。不过他有一个疑惑，那就是连少云到底是谁？因为在幻境里他听到了连少云和嗜杀魔君的对话，不禁怀疑连少云是魔教中人。连少云并没有对他隐瞒，告诉他自己是魔教的第5弟子，是重生回到了过去。司马云一脸的不敢相信，但略一沉思后，还是选择相信他。这时司马云也明白了之前连少云是故意接近他，连少云也是大方承认。司马云从连少云那得知自己上一世在黄剑帮的运作下，成为了魔教嗜杀魔君的手下，也是一脸的无奈。不过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对连少云的忠心。几人进入天机子留下的宝库，里面金银财宝无数，连少云在里面得到了5大名剑之一的巨阙，还有一件就算是巨阙也砍不透的天蚕宝衣，以及一颗人面蜘蛛的内丹，就算他这个百毒不侵之人也抗不住的毒丹。连少云只要了这3件宝物。天机子的阵法图给了司马云，但是司马云一直在那里写写画画，不知道在那干什么。连少云打算把这里面的钱财都分给百姓，但是司马云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浙江附近的黑道和盗贼横行，就算把钱财都分给了百姓，最后还是都会被黑道和盗贼抢走。司马云拿出他刚画好的图，他要把黑道和盗贼都引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天机洞，把这里伪装成其他人的藏宝洞，然后在浙江散播有关这里的谣言。有人发现了绝代高手留下的藏宝洞，这样有些规模的黑道和盗贼都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再让连少云假装成义贼，趁那些山贼主力不再去抢夺他们手中的钱财，最后再把抢来的财物全部还给百姓，这样能帮助连少云在江湖树立起侠名。等龙凤会结束后，肯定轰动整个中原。龙凤大会的获胜者和救了这江不明身份的义贼竟是同一个人。听完司马云的建议，连少云不禁佩服他的厉害，短短的时间就能想到如此计划。他们离开这里之前，司马云和唐书燕修复了这里的阵法和机关陷阱，连少云则弄了几本假的武功秘籍，现在只等千家玲把消息传播到整个浙江。在回去的路上，连少云的车队又遇到了山贼，正想快点解决继续赶路时，连少云看到山贼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竟是华山派天友道长。华山剑神的弟子竟然沦落到去当山贼。连少云在攻略完藏宝洞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山贼劫道，本想速战速决解决掉这些山贼，却在他们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前段时间离开的天友道长。连少云一脸的震惊，传音道：“你居然沦落到当山贼了！”天友道长急忙解释道：“你别误会，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同时还请求连少云不要下杀手，因为他要跟着这些人去山贼老巢调查一些事情。这时山贼的头目看到连少云一直不说话，浑身散发着杀气，心里有些怒火，拔出腰间的长剑就向连少云冲杀而去。刚到身前就被连少云一拳 KO。其他的山贼见状吓得转身就跑。在他们离开后，天友道长说出了原因。原来天友道长遇到了一个哭泣的孩子，那名孩子用自己全部的身价2枚银币雇佣了他，让他帮忙找回被绑架的姐姐。连少云也没有想到，狂妄自大的剑神弟子竟被一个小孩哭得心软。天友道长知道自己一人不行，他没有山贼的任何情报，于是天友请求连少云帮助他一起。连少云一摆手道：“就算你拿出报恩牌，我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帮你。”天友见有戏，立马表示愿意用师门的名义保证，定会报答连少云。连少云斜着眼看了他一眼，心里高兴极了。本来他就要去当义贼和这些山贼为敌，现在只是提前了一下，就能得到一个报恩牌，这买卖不亏。于是连少云答应了天友的请求。连少云一行人深夜偷袭了山贼老家，天友道长负责去救那些被抓的女人，唐书燕和司马云则在后门准备接应。山贼最多的前门则由连少云一人去对付。天友道长在得知连少云一人独占山贼100人，二话没说，快速的向着前门跑去。他十分担心连少云的安全，当他赶到时，眼前的一幕令他心惊胆跳。只见连少云独自一人拿着剑，坐着由尸体堆起来的小山上。经过这一次事件后，天友道长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想要变强，成为不让师门蒙羞的弟子。他请求连少云锻炼自己，而连少云正有此意。这次当义贼，他需要一个帮手，天友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连少云便开始对天友展开地狱式的训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一则消息悄悄地在浙江传开：200年前统治浙江黑道的黑莲主为后人留下了绝世武功秘籍，最后得到秘籍的人将成为整个浙江黑道的老大。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浙江的各个势力都是蠢蠢欲动。另一边，经过这段时间的地狱式训练，天友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义贼。两人干掉黑道和山贼，把得到的钱财都发给受灾的老百姓，很快便在江湖上传开。人们亲切地称其中戴着狐面面具的人为狐面侠，他们的侠名在江湖上盛传。虽然侠名很重要，但是要想成武林盟的长老，除了侠名和武功外，还要庞大的财力。这段时间，连少云让千家岭调查诸葛会，却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不过却查到一个诸葛家派去的人，在和倭寇大战的中立下大功，被人称为地龙。一般只有男的才会被称为龙。连少云猜测这个人应该就是诸葛会。之前他还担心由于自己的出现会影响到原来历史的发现，现在看来不用担心。于是他们按照原计划行动，下一站前往大洲。而此时另一边，大洲附近的一处海域，一个神秘人登上了倭寇的战船，见了他们的领袖赤鬼双刀，表示会帮他们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场。在临走之前，还送了2把顶级倭刀作为礼物。从倭船离开上岸后，船家还想多要点钱，就被男子一剑斩下头颅。紧接着就有数道身影出现，跟在他的身后。他们的目的地也是大洲，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进行。倭寇大举入侵浙江大洲，由于有人提前给他们打开城门，他们冲进城大肆掠夺。看到城里的倭寇横行，连少云并没有打算与倭寇对抗，可偏偏这些倭寇抢了他的钱财。一怒之下，连少云戴上狐面面具准备讨伐倭寇，正好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侠名。狐面侠的加入瞬间给这些倭寇造成了大量伤亡。随着干掉倭寇的数量增多，连少云也发觉这些人不是平常山贼，他们训练有素，不惧生死。于是连少云改变从城市到农村的政策，准备先去下面的村庄各个击破，这样更容易让百姓看到。就在连少云刚把上岸的倭寇清理干净时，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原来是倭寇的头领赤鬼双刀，他见自己的手下久久没有回来，就上岸看一看是怎么回事。而此时连少云内心紧张坏了，面前这人给他的压迫感十分强大，是他这2辈子遇到最强的对手。连少云先发制人，挥出数道剑气，赤鬼双刀也挥出2道剑气抵挡，瞬间击碎了连少云发出的剑气，而且势头不减打在了连少云身上。如果是在中原，他认为面前这人的武力能挤进10大高手之列，现在连少云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面对如此的强敌毫无胜算。但是他并没有一点畏惧，反而是有一丝的兴奋。赤鬼双刀猛然跃起，一刀劈向连少云。连少云横剑抵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后退数步。不过他也发现了对方的弱点，对方身穿的护甲太重，行动不便。于是连少云准备利用身法的优势和赤鬼双刀进行纠缠。可就在他们战斗正酣时，突然出现几名倭寇劫持了百姓，威胁连少云。这些百姓的死活跟连少云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他是狐面侠，如果放任不管，他的侠义之名就会受到影响。正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赤鬼双刀突然大怒，让手下立刻放了百姓。他认为强者较量不应该耍这些伎俩，这样有损他武士的荣誉。他好久没有遇到如此的高手，这激起了他强大的胜负欲。紧接着二人又打斗在一起，连少云一直是在避其锋芒，然后再伺机而动。赤鬼双刀的护甲挡下了连少云的大部分攻击，如果打不穿护甲的话，就对他造不成致命伤害。这时连少云看到护甲上有一丝裂痕，心中便有了主意。他使出月影剑法水月，接连挥出数道剑气，所有的攻击都对准了那道裂痕。紧接着一剑刺向那个裂痕，
剑在接触到护甲的一瞬间就被弹开。赤鬼双刀早就看穿了连少云的目的，早有准备。就在他得意之时，连少云已经出现在他的侧后方，白雷神拳碎长拳使出，闪电包裹着拳头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赤鬼双刀败了，之前的那些都是连少云的掩饰，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用白雷神拳由内而外的重创他。这时连少云注意到了他使用的刀，拿起来一看，刀身上竟刻有魔将二字，不禁产生疑惑，魔教的武器怎么会在他手上？正当连少云想要继续询问时，暗处突然射出一道暗器，结束了赤鬼双刀的性命。紧接着暗处那人便迅速离开，连少云也是一个闪身追了过去。而此时另一边大洲海岸，有地龙之称的诸葛会也赶到了大洲，他们清扫了海岸上的少量倭寇，并没有遇到倭寇的主力。而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群蒙面黑衣人，他们武功高强，诸葛会一行人很快就被包围。这时诸葛会才想明白所有的事情，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抓住自己。赤鬼双刀带人攻打大洲，只是为了把自己吸引过来。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对着领头之人说道：“4号回来了。”领头之人不禁纳闷，4号在监视赤鬼双刀，怎么会到这来？就在他迟疑时，突然数道暗器向他们射来，几名手下躲闪不及，当场避免，而他却一把抓住了射来的剑。魔教为了抓住一个人，竟然放倭寇进城烧杀抢灭。连少云追上那名在背后放冷箭之人，通过气息判断他是魔教之人，为了防止和上次摄魂鬼一样被下了禁制，还没有问话就自杀身亡。他先是废了那人的丹田，没了内力的支持，禁制也就失去了效果。连少云从那名魔教徒口中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竟然都是魔教的阴谋，只是为了抓住地龙。因为连少云得到了司马云，破坏了魔教的计划，他们只好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司马云的人，于是就把目标锁定在最近江湖上有名的地龙。连少云换上魔教的衣服，靠着伪装出其不意，瞬间干掉了几人，只剩下魔教头领一人。刚一交手，连少云就知道对方是位超绝顶的高手，他刚刚经历了大战，现在内力所剩无几，虽说对方不算是强敌，但也不好对付。连少云选择避开正面对抗，寻找对方弱点，一击必杀。他先是虚晃一招，挥出数道剑气阻挡对方的视线，紧接着又扔出3道暗器。男子接住射来的暗器，反手又扔向连少云。连少云下意识地举起手臂挡下了暗器，暗器上淬了毒，没过多久，连少云就毒发晕了过去。男子得意地大笑，除非是千毒不侵，否则必死无疑。没有了阻碍，男子一个闪身便向着地龙杀去，可就在这时，突然一把剑从背后出现，抵在了他的脖子处。其实我就是千毒不侵。然后连少云一剑斩下了他的头颅。为了感谢连少云的救命之恩，地龙邀请他日后去诸葛家做客。连少云没有回答他，一个闪身消失在了月色下。地龙在城中打扫战场时找到了赤鬼双刀的尸体，要想干掉赤鬼双刀，至少是武林100大高手的实力。城中其他地方倭寇身体上的剑痕，通过判断是华山派的剑法造成的，这不禁让他心中有了一些疑惑。而另一边，连少云之前收集的钱财，因为这次倭寇的到来损失了不少，所以他又带着天友洗劫了几个匪窝。虽然天友很是不愿意，但是迫于连少云的淫威，没有办法。完事之后，连少云给了天友道长一些钱财，便打发他离去。不能光让天友出力，还是要适当的给他一些甜头。另一边，司马云在天机洞那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通过下屋门将信息传递给连少云。于是连少云和千家岭来到天机洞附近，这里已经聚集大量的黑道人员。他和千家岭刚走进酒店，瞬间吸引了里面众人的目光。就在这时，司马云在楼上向他们挥手。司马云已经向黑道头领提了一个建议，帮助他们破解天机洞的阵法，然后狠狠地赚一大笔钱。连少云也认为破除自己准备的阵法，大赚一笔。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不过对方是黑道，没有一丝的契约精神，所以司马云就让连少云过来保护他的安全。次日，一行人找到黑道头领郭哲振，郭哲振也是一位超绝顶的高手。司马云说出了他的建议，但是郭哲振觉得付出的钱财太多，不肯答应。司马云见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于是准备去找其他势力的头领。走之前，司马云确认道：“虽然我要的钱财巨大，但是同样带来的利益也是巨大的。你确定不与我合作吗？”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郭哲振大喊一声：“等一下！你真的可以破解天机洞的阵法吗？”最后，在司马云用自己的性命作为保证，一定能破解天机洞的阵法，郭哲振才同意与他合作。当天夜晚，连少云有事去华阳商团一趟，便独自离开。司马云一人留下准备日后的合作事宜。到了深夜，有些疲惫的司马云准备上床休息。就在他吹灭蜡烛后，外面隐蔽处有一道身影，一个闪身便从窗户进入到司马云的房间。此时司马云已经睡熟，浑然不知外面发生的一切。这时只见那名黑衣人拿出刀，向着司马云的要害刺去。司马云刚睡下，就出现一个刺客想要刺杀他。只见刺客举起刀，猛然刺入司马云的胸膛。可就在这时，躺在床上的司马云突然变成了一块木头。男子瞬间感觉不对，转过身去。这时只见一道剑气向他袭来，匆忙间他挥刀挡下这一击，紧接着便从窗户一跃而下。连少云也是紧追不舍，一剑劈到了男子的背上，却没想到他穿了皮甲，只是造成了一道轻微划痕。为了活捉他，连少云并没有使出全力。在落地的瞬间，男子转身射出3个暗器，紧接着便又凭空消失。连少云刚躲开暗器，男子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躲避的同时，连少云不禁感叹，男子隐藏气息的能力确实厉害，看他手中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杀手。
男子见连少云再次向他冲来，试图用毒烟干掉他，可他却不知道连少云是千毒不侵。连少云冲破毒雾，瞬间出现在男子身边，啪啪几下点了他的血。从西岛帮离开后，连少云就感觉到背后有人跟踪，所以才和司马云演了一场戏，就是为了等那人自己出来。从那名刺客口中得知，是西岛帮的对头五鬼帮派他过来刺杀司马云，试图阻止他们合作前往千机洞。出于好奇，连少云扯下了男子的面罩，随即神情一变，不由惊呼出声：“徐虎善！”男子也很是意外，竟然有人认识自己。连少云当然认识他，因为他是千面杀徐虎善，上一世杀死武林10大高手之一刀王的西式杀手，同时也是嗜杀魔君的心腹，专门负责处理各种肮脏事情的影子，最后在暗杀梅花剑神的时候被杀。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加入魔教。想到这，连少云不禁嘴角上扬，这一世他要收服徐虎善，让他成为自己的影子。于是连少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是你要做我的手下。”他没有让徐虎善急于回答，而是邀请他一起前往千机洞。在司马云的带领下，他们一行人准备攻略千机洞。司马云走得很慢，他在拖延时间。司马云担心攻破千机洞后，西岛帮主会有别的心思，拖延时间就是为了让其他的势力跟在后面，这样西岛帮主就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在司马云的带领下，他们成功的来到千机洞深处，里面的金银财宝让西岛帮帮主郭哲镇大吃一惊，同时也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武功秘籍，但是仔细一看却发现是魔功，不由得有些恼火。周深的气势暴涨，想要破坏合约。就在他想要用武力解决时，只见一道剑光闪过，身前就多了一道闪电电弧。这时连少云冷冷地说道：“只要越过这条线的人，我马上砍下他的脑袋。”感受着面前的威压，郭哲镇不敢上前。司马云这时说道：“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其他势力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自己内斗最后都会死。你想把这里面的金银财宝和武功秘籍都交给他们吗？只有我知道安全逃出这里的方法。”思虑再三后，郭哲镇还是选择一起离开。刚走出千机洞，就遇到了其他势力的埋伏。连少云一马当先在前面开路，凡是阻挡他们前进的都被他一剑干掉。看到连少云这么厉害，郭哲镇很是庆幸自己刚刚选择是正确的。就在他们快速奔跑时，身处连少云身后的徐虎善眼神突然一变，拔出腰间的长刀，然后只见一道血光喷射而出。连少云把后背交给一个刺客，在逃跑之时，徐虎善眼神一变，从身后拔出刀一刀劈出，紧接着惨叫声响起，血花飞溅。原来是有人从背后偷袭连少云。徐善虎出手阻拦，他对连少云也很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把后背交给一个刺客？在几人的合力之下，很快就冲出了包围。西岛帮主郭哲镇对连少云很是佩服，表示自己会履行合约，并邀请他们有空过来喝一杯。和郭哲镇分开后，司马云看出连少云和徐虎善有话要说，于是主动提出马车上有好酒。徐虎善不但精通暗杀和监视，还有一些比较隐秘的任务也比较适合他。想要成为武林盟元老，连少云需要他偷偷的办很多事。不过现在却有一个问题，徐虎善之所以被称为千面杀，是因为嗜杀魔君给他的幽灵谷秘籍，除非进到魔教，不然根本找不到秘籍。但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传说偷遍中原的无影神偷的墓就能解决，那里面肯定有很多能替代幽灵谷秘籍的东西。上一世连少云在刚发现时就死了，所以他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打开墓穴。不过现在只有他一人知道宝库的位置和打开的方法，但是现在不能去拿宝物。为了进入宝库，连少云需要权力、钱财和人才，首先就是要得到徐虎善的忠心。连少云一语道破了徐虎善的秘密。徐虎善是个孝顺的孩子，因为双手沾满鲜血，他不敢出现在父母面前。徐虎善用自己的方法保护着自己的父母，上一世嗜杀魔君正是利用他的父母做人质，得到了他的忠诚。连少云肯定不会这么做，他会给徐虎善父母一大笔钱，然后派人保护他们。就这样，连少云成功收服了千面杀徐虎善。胡面侠保护百姓抗击倭寇，在百姓中获得不小的声望。现在一切处理完毕，连少云准备前往举行龙凤会的湖南。他们刚到湖南，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很不爽的事。连少云让徐虎善提前赶到定好客栈，却不成想他们刚到就被告知房间被皇甫世家抢了。皇甫世家是5大世家之一，但是连少云最不喜欢别人抢他的东西。在徐虎善的带领下来到房间门口，连少云试图使用谈话解决问题，但是对方却闭门不见，这让连少云有些恼火。就在这时，一旁的房间内走出一人，自称是皇甫世家的皇长队队长刘康勋。他表示这是他们正常花钱住的客栈，想让他们让出房间是不可能的。连少云很是无语，武林人士强行抢走房间，客栈老板只能乖乖的接受。他无奈的拍拍脑袋，谈话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靠武力了。刘康勋听到连少云想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不禁感到有些好笑。紧接着周深气势暴涨，冷冷道：“你只要乖乖离开，我可以不在这里让你丢脸。”连少云见对方不信，于是扯开身上的衣服，露出里面的天蚕宝衣。我用身上的天蚕宝衣作为堵住。话音刚落，原本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从里面走出一名男子，一脸的兴奋。双方达成一致，来到郊外。连少云没有想到抢他房间的人竟然是未来的全龙黄甫真。上一世他在龙凤会上名利双收，又在斩魔大战中立下各种功劳。不过上一世连少云并没有在战场上看到他，因为这一切都是武林盟和黄甫世家捏造的。黄甫真就是一个躲在权力背后的损货。而此时黄甫真还一脸的得意，认为这次比试自己赢定了，嚣张的让连少云把天蚕宝衣脱下来。他认为比试必须在公平的条件下分出
出高低，穿着这种宝物比武太卑鄙了。连少云心里暗骂他自己带着神兵全套怎么还好意思说，于是他提出让黄甫真接自己10招，如果能接住就算他赢。黄甫真感觉自己被小瞧了，很是不高兴。连少云又接着说道，我可是在给你特殊的机会，你不会没有信心吧？黄甫真被连少云彻底激怒了，只见他周身气势瞬间暴涨，霸道的真气让徐虎善身体一震，不禁对连少云有些担心。这时只见黄甫真大吼一声，双脚一用力，身体便如炮弹一般向连少云冲